你获得变身迪迦、雷欧、特雷加、贝利亚、约纳克瑟斯的能力，在布莱泽的世界里进行人道主义拯救。如今你被莫古桥的幻境彻底激怒，变身为大古快乐星，一把将其从地里拉了出来。小伙子，回去换床被子睡觉吧。莫古桥头一歪，几个意思？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电光拳，轰！一击之下，打得莫古桥是天旋地转。刚刚明明感受到许多活人气息，想用幻象闪光限制他们的行动，就可以饱餐一顿了。没曾想人群里竟有个奥特战士，而且好像惹毛了他。就在这时，仙人驾驶阿斯加龙前来支援。莫古桥想跑，你一把抓住他，独有的传音发给仙人：队长，别玩阿斯加龙了，是时候让他宕机然后变身吧。仙人嘴角抽搐，我才刚过来，马上就宕机，会不会有些假啊？说是这么说，阿斯加龙莫名其妙的倒在地上，接着布莱泽手镯显现。你与仙人一前一后夹击，莫古桥释放出闪光，企图影响你们的行动，但这玩意儿仅对碳基生物有效，在奥特曼面前最多只有点干扰作用。在你停顿了0.0001秒后，双手捆绑住莫古桥，布莱泽纵身一跃，一脚踹在他脸上，砰！莫古桥痛苦倒地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你凝聚好一个迪拉修姆火球，抓住他的嘴往里一塞，轰！莫古桥走得很安静，因为他的嘴先爆掉的。待俩奥离开战场1分钟后，宕机的阿斯加龙又动了起来。司令部众人一时语塞，奥特曼都解决完战斗了，你阿斯加龙才回过神来。没有意外，特怪队分队又遭到一次批评，主要原因为怪兽不是防卫队打败，被奥特曼抢了。仙人颇为无奈，虽说怪兽不是阿斯加龙解决的，但他是驾驶员干掉的呀。突然，仙人看到前方有个麻袋，脸上表情变得僵硬。完了，忘记土桥又还在里面，紧忙解开。好在这老登体格不错，只是有点缺水。在恢复些许体力后，指着你大骂：“都给我等着！有机会我一定会弄死你们，特别是你陈平安。”你拿出一个微型摄像头，很好，土桥老登，我刚全部录下来了。一个退役长官想弄死前线作战的队员，你土桥又被气得不轻，刚想再放点狠话，真野烈带着几个黑衣人走了进来，几位是地球防卫队总部执法人员。土桥先生，你触犯了法律，现在对你进行依法惩处，请问有没什么实质性的证据，我们需要带回去？有，你拿出一个 U 盘插入电脑，点开其中的视频，里面竟然是土桥又与几个妹妹玩耍。你怎么会有这些？你笑了笑，拿出另外一个 U 盘，抱歉，拿错了，应该是这个。执法人员看完视频后，当场将土桥又铐走，顺带2个 U 盘都拿了。真野烈难得露出开心的表情，这家伙未来应该会在铁窗里度过了。日子一天天过去了，仙人与布莱泽在你的帮助下配合得更加默契。不过在短暂太平后，许多地方出现了怪兽虚影，接着会有一个身穿黑袍的人将这些玩意儿消灭。你知道这是一个名为斩基鲁的家伙在执行让灵魂沉睡的任务。很快，你带着闲人来到咖啡馆，找到在那休息的斩基鲁，阁下体内有着另一位的力量。至于这位力量好像有点复杂，既有光明又有黑暗。你摊摊手，确实你可能理不清。一番沟通下来，闲人总算明白，斩基鲁是一名宇宙人，喜欢在各个星球享受击败强敌的愉悦。直到某日败在一名剑术大师手下，本以为要结束罪恶的一生，没曾想大师给了他一项救赎使命，斩断那些未能安息的怪兽执念，赐予他们救赎，一共108个，现在已经解决107个了。听完你不由得叹息一声，真是活阎王啊，咋不见你去斩贝利亚呢？各位，最后一个我已经找到了，但他通过水晶的力量获得肉身，我无法解决，需要你们的帮助。你疑惑，远距离获得肉身力量的是尼基卡加奇，但因为我的出现，他并没有死亡。那斩基鲁遇见的到底是那只怪兽？并非地球本土的，它出现时竟有5个亡灵，如今已经聚在一起，获得新肉身。此话一响，仙人与你脱口而出，是生物兵器盖巴尔加，这货居然还能复活。放心吧，斩基鲁，我们一定帮你。刚说完，斩基鲁的身体有点虚幻起来。你知道他在与剑术大师比试完后失去了生命，如今实体化也是依靠水晶。阁下的脸色有点不好，是什么情况？我现在你也知道，待斩完这108个怨灵，就会回到自己的故乡。自从来到地球后，我对这里的文化很喜欢，想给家里人带点东西回去，却又不知道从何下手。你嘿嘿一笑，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我们地球人都上美团买药，上面各种大牌都有。美团医药健康年货节最近有很多保健品礼盒做特价，你看像这款燕之屋小燕浓燕窝粥，活动价只要99，燕窝足量超有能量，而且轻热量，营养丰富，特别适合上班族和学生党。快递包邮基本1到3天就到了，省心又省钱。斩基鲁1斤，这么便宜？不可能吧？对呀，现在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或上美团 APP 搜年货
健康礼，像汤臣倍健改为软胶囊礼盒，斯维斯蛋白粉礼盒都非常适合送礼，而且活动价也很划算，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，提前囤一囤保健品礼盒。平时还可以打开美团 APP 点看病买药，就能看到100亿补贴活动会场页了，每天都可以领取限时大额券，可能价格比我刚说的更低呢，而且送得快，真便宜，都不用专门跑门店去购买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营养补剂，像鱼油、钙片等之类的，在这里都很划算。战记录欣喜不已，好，我现在就去买点。你拦住他，先别急，我这里有给你应急的东西。水摊开手，这是一枚生命之果，吃下它吧，对你现在身体有帮助。战记录也不客气，道谢后直接吞下，顿时生命之力涌入四肢百骸，给予了战记录新生。你满意的点点头，这么一来，战记录就能留在地球帮忙打怪兽了。突然地面开始震动起来，是盖巴尔加复苏了。你与闲人同时变身出击，也要一脚飞踹而去，然你俩竟穿过了盖巴尔加的身体。闲人当即反应过来，他是复苏的亡灵，普通攻击触碰不到，怎么办？眼看盖巴尔加要对城市大肆破坏之时，战记录也变身完毕，对你俩输入了点能量。两位，你们现在能攻击亡灵了。话音落下，你直接一发刚力破牛拳，正面击中盖巴尔加，虽没能秒杀，但令其受伤不轻。战记录惊了，失传已久的宇宙幻兽拳，我竟能看到其中之一，鄙人没白活。下一秒，你再来一发火焰赤龙拳，配合布莱泽的光芒，大海星根本没时间躲避，彻底湮灭。前人见事已解决，刚想飞天走奥，却发现你掏出圆环之臂，猛地插入地底，道光能在下方爆炸开来，造成一个巨大的深坑。闲人这才注意到地底是空的，里面显现出一双双巨大的眼睛，是盖巴尔加之前在地球产下的怪兽，想等第3波攻势抵达后对地球发动总攻。但你既然知晓剧情，那就不会让他们活着。闲人也第一时间凝聚好宰佩里奥，疯狂在割草。尼鲁贡被打的是各种逃窜，由于数量太多，无法一次性消灭。你大吼一声，都给我闪开！闪耀利刃握于手中，永恒爆裂。一道深红光波从地底直破天际，霎时间所有伊鲁宫当场炸开，尸骨无存。干完后，你转身笑了笑，战记录这么多怪兽灵魂，给你加业绩了。战记录无语之极，你这是当我面制造亡灵啊？那鄙人只好超度他们了。咖啡厅，战记录重新坐下来品尝甜品，因为在处理完亡灵后，他发现自己并没有消散，随后便明白过来，是你给的那颗生命之果，遂决定留在地球，作为赛迪克公司的侦查人员，协助你未来抵抗 V99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你从其他维度协助闲人获得法德兰装甲，赛迪克公司也制造好了新高达强袭，但问题也随之而来，没有合适的驾驶员。你很疑惑，正木啊，我之前都忘记问你，夏亚与阿姆罗哪找的？如此契合的技师可不容易啊。正木挠了挠头，我也不造啊，在招聘发出后，他俩就过来面试，各方面十分符合，背调也 OK， 我以为技师很好招呢，没想到接下来一个合格的都没有，完全无法驾驭强袭。你仔细思考一番，看来想把强袭实现在这里有点难度，总不能问司令部人类中有没有调整者吧。至于阿姆罗与夏亚，你吩咐正木稍微好好盯着这俩人，我总觉得有点问题，怎么会那么巧？元祖高达一造出来，这俩货就登场了呢。没多久，司令部传来消息 ，V99第3波攻势已经在路上了，与盖巴尔加一样，怪兽选择隐藏在月球表面。随着画面传送过来，你的嘴角微微一抽，但不多。系统，我就知道简单副本没好事儿。只因屏幕上的陨石坑里匍匐着一群瓦拉龙，闲人仔细看了下数据，得到一个震惊的猜想：那群怪兽不会是想引爆月球背面，推动月亮撞击地球吧？此话一出，整个特怪队分队都炸了，包括刚来的真野猎也难得露出着急表情。特怪队分队准备出动，务必消灭月球表面的瓦拉龙。好在最近特攻机宇宙作战的模组已经研发完毕，只不过在出发前，闲人给众人说了一句：给你们10分钟安排一下。意思很明显了，这次战斗很容易便会战死在宇宙。泰信跑去跟一台洗衣机说起了话，辉明也难得关心起了家里人，唯独闲人在想打电话时呼吸急促，四肢也变得疼痛无力。这下他才明白过来，身体已经到了极限，可能这次去月球是最后的变身吧。正想着，一枚生命之果递到他面前，队长，我知道你身体情况，吃了它能够痊愈哦。闲人刚想拒绝，你直接拉他进到一个空间，望着一整棵长满果子的生命之树。闲人拒绝的话变成了那个布莱泽可能也需要，我再拿3颗。哦对，几个队员
也需要。就这样，特怪队分队人均1颗生命之果，战斗力大幅上升。布莱泽最狠，一口气选了3个。要是有草原，他能兴奋得像个猴子一样在上面狂奔。很快，特怪队分队驾驶基隆与阿斯加隆出击，惠美留下做情报分析，而你负责去沟通赛迪克公司，申请高达支援。正木嘻嘻一笑，老板，高达没合适驾驶员，但我们研究出了赛文加30台，乌鹰达姆35部，已经可以马上出击了。你笑着点点头。之前我要求给我定制的那台，现在在哪？正木打了个响指，地下实验室大门打开，里面站着一台苍天之翼，能够改变世界命运的高达 WO。